老太太，你走错门了吧？这里是韩家寿宴，不接待散客。小姑娘，我不是散客，我就是来赴宴的。你拎个塑料袋就想蹭韩家寿宴，饭还没吃上就先想着打包了，真是，这也太丢人了吧！我就是来参加寿宴的，名单上有我的名字，你查一下就知道。查什么查？韩家寿宴一桌18万，能来的哪个不是只手遮天的大人物？就你这副穷酸样，想蹭韩家寿宴，你也配？小姑娘，你说话客气一点，我没有骗你，名单上真有我的名字。行了行了，我没时间陪你耗着。你要实在吃不上饭，出门右转有家面馆，18万的吃不起，18块的总能吃得起了吧？你，阿姨，你没事吧？你先坐下，可别摔了。江小柔，你一个实习服务员跑过来多管闲事干嘛？你还想转正吗？王经理，我就是闭嘴！保安，把这个老太婆带走。我妈要是还活着，应该和这个阿姨一样岁数了。慢着，经理，你就查一下名单吧，万一阿姨真的是客人呢？让开，否则你就和她一起滚！别逼我动手。小姑娘，你让开吧，别为了我把工作丢了。阿姨，你别怕，我不能看着你被这么欺负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多管闲事，那就让你接待这个老太婆。她要真的是韩家的贵客，我把经理的位置让给你；她要不是的话，今晚你就收拾东西滚蛋。怎么，不敢了？好，有什么问题我来承担。大家都听见了吧？这是江小柔自己选的。小姑娘，算了，我去门口等人，不连累你。阿姨，你怎么了？我有点头晕，可能是低血糖了。还低血糖呢？我看就是想碰瓷儿吧。他都这样了，你还说这种话，我说错了吗？阿姨，你先坐着，我去给你找点吃的。姑娘，算了，我喝点水就行了。光喝水不行，我去厨房给您煮一碗面吧。站住！你一个服务员，有什么资格用酒店的厨房？好，我不用厨房，那你让后厨做点吃的过来。你还使唤上我了？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碰瓷儿？就算他真的低血糖了，那也不能吃酒店的东西，万一身体真出了问题，往医院一躺，说是我们酒店吃坏的，我们找谁说理去？出了问题我负责。你负责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除非什么？除非你录个视频，保证后续出了问题你自己承担，和酒店无关。好，我江小柔自愿给这位低血糖的阿姨煮面吃，如果因为这碗面出现了问题，所有责任我自己承担。你一个人保证还不够，让那个老太婆也说几句。阿姨，我去给您煮面是您自己愿意吃的吗？是我自己愿意的，我真出了什么问题也不会赖你，更不会赖酒店。经理，现在可以了吧？行吧，你去后厨吧，但是不准用寿宴的食材。阿姨，我能用的食材很少，随便做了一碗清汤面，您慢点吃，先喝口汤。好，这个味道，现在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姑娘，你这面做的真不错。小时候跟我妈学的。你母亲手艺也这么好？比我好多了。改天有机会的话，我也想尝尝她做的。小柔，你要记住，不是东西放得多，做出来的菜就好吃。有时候简简单单也能做出美味。妈妈，我记住了。她已经去世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没事，都过去好几年了。哟，还聊上家常了，吃完了就赶紧出来。经理，让阿姨再休息一会儿吧。江小柔，你故意和我作对是不是？我还不信今天管不了你了。店长，您过来一趟，这边有人不听安排，我说话已经不管用了。丽丽，怎么回事？谁不听安排？贱人，就是她江小柔。这个老太婆想要蹭饭吃，还装低血糖碰瓷，
江小柔非要借厨房给他煮面。江小柔，你只是个服务员，你凭什么不听王经理的安排？阿姨刚才人都站不稳了。那你不会上报？算了，孩子，我现在身体好多了。阿姨你别管，店长，如果我做错了，那不管什么处分我都认。可阿姨说了是来参加寿宴的，可王经理连名单都不愿意查。不愿意查就对了。什么？你知道今天寿宴来的都是谁吗？盛远集团的韩总刚刚收购了我们玉兰酒店，就包场给他母亲过生日。那来的都是非富即贵的客人，怎么可能是他这种土里土气的老太婆？店长，你怎么也和经理一样以貌取人？还敢顶嘴！从现在开始，你被开除了。保安，把江小柔和老太婆带出去。姑娘，算了，你已经为我丢了工作，我不能再连累你。我这就叫我儿子过来。喂，妈。天佑啊，我到酒店了。你已经到了，不是说好晚一点我陪您过去吗？我就想提前来看看。那您先进宴会厅休息，我马上过去。我倒是想进去，可有人不让我进啊，还让保安把我赶出去。什么？妈，你等会儿，我马上到。店长，寿宴马上就开始了，再让他们留在这儿，等会儿真正的客人来了，多难看啊！保安，快点把他们赶出去。等一下，我儿子马上就到了。你儿子来了又怎样？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留不住你，是吗？快，韩总来了。韩总好。韩总，刚才我在门口就听见了，你说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留不住他。萧建仁，你们玉兰酒店的规矩什么时候这么大了？韩总，您误会了，我就是处理两个闹事的人，怕影响您母亲的寿宴。建仁，他就是……这就是盛远集团的韩总。韩总您好，我是前厅经理王丽丽，寿宴一直是我负责接待的，一定让您和您母亲享受最好的服务。让开！什么？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这怎么可能？刚才被气得有点低血糖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多亏了这位小姑娘，是她给我煮了一碗面，我这才缓过来。谢谢你帮了我妈。韩总，你不用客气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可惜，这么心地善良的小姑娘，为了帮我，把工作给丢了。萧建仁，你来解释一下。韩总，他刚才不听安排，非要擅自……我问你了吗？哎，韩总，这都是王经理的问题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店长，你闭嘴！天佑，还有件事挺有意思。什么事？刚才王经理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了，我要真是韩家的贵客，他就把经理的位置让给这位姑娘。老夫人，我刚才不知道您的身份，那就是一句气话。可你说小柔要是输了，今晚就得收拾东西滚蛋，怎么轮到你输了就成一句气话了？经理的位置不是拿来打赌的，谁能坐这个位置要看有没有本事。不过你能拿自己的职位随便跟别人打赌，看来这个位置在你眼里也没多重要。韩总，丽丽说话是冲了一点，可今天毕竟是内部寿宴，她也是怕不相干的人混进来，怕有人混进来的话可以查名单啊。我一开始就让他们查名单，可这个经理不仅不查，还一口咬定我是来蹭饭碰瓷的。王经理，这就是你的工作态度。韩总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您母亲。就算她不是我的母亲，就算是个普通人，你们也不应该这么对她。你叫什么？江小柔。江小柔，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？韩总，应该没有吧？我以前要是真见过您这样的大老板，不至于一点印象都没有。6年前，我创业刚起步，正是最困难的时候。有一天遇到一场暴雨，我没带伞，一个人在路边躲雨。外面雨这么大，进来坐会儿吧。会不会打扰你啊？不会，进来吧。趁热吃吧。谢谢。也是你给我煮了一碗面。你就是那个没带伞的人。想起来了，
有点印象，就在老街那边。看来我们还真是有缘啊！6年前你给我煮了一碗面，6年后又给我妈煮了一碗面。没想到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记得？我当然记得。这些年我也找过你，只是后来老街变了样，一直没找到。那这事儿不是更奇怪了吗？哪里奇怪？江小柔6年前就认识你，今天老夫人刚到酒店，她连工作都不要了，也非得护着。王经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清楚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是谁办寿宴，所以故意在这里等着，想在韩总面前好好表现？你胡说！阿姨进来的时候，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更不知道她是韩总的母亲。现在当然随便你怎么说了，反正人你也帮了，韩总你也认识，最后好处都是你的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刚才说小柔帮我是多管闲事，现在知道我是天佑的妈，又说人家帮我是别有用心，合着不管他怎么做，到你嘴里都能变成错。老夫人，丽丽只是把自己的怀疑说出来，她也是为了寿宴安全。为了安全。你们刚才说我妈来蹭饭，说她碰瓷，这些侮辱人的话，也是为了安全。我嫌贫爱富，不尊重客人，狗眼看人低。我看你这个经理也没必要再当下去了。韩总，就为了今天这么点事儿，您就要开除我？谁说只是因为今天这点事的？我刚接手玉兰酒店，本来就准备重新梳理一下内部管理。既然今天碰上了，那就先从王经理开始吧。韩总，这里面有一些员工以前对王经理的投诉，员工有意见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做前厅管理，管得严一点，肯定有人不满意。有没有道理？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有员工反映，他长期拿转正压人，还有排班、绩效、罚款等方面的问题。虽然他们都投诉过，但最后并没有正式的处理结果。那些都是员工闹情绪，根本没有证据。那就一件一件慢慢查。你先去办理离职手续，剩下的事情酒店会继续调查。贱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正好，肖贱人，你来解释一下，你作为店长，为什么没有处理这些投诉？韩总，酒店这么多员工，我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，不可能每一份投诉都亲自核实。处理投诉是你作为店长的本职工作，你要是干不好，那我就换个人。韩总，别，这事没有这么严重吧？有些员工就是因为排班考核有怨气，我当时判断问题不严重，就让王经理处理了。贱人，我以前做那些事儿，你明明都知道。王丽丽，你自己工作方式有问题，少往我身上扯。行了，你们两个说的话是真是假，集团会继续查。肖贱人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暂停店长职务。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。韩总，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个时候停我的职，酒店谁来管？酒店不会因为少一个人就开不下了。我在玉兰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就因为一个实习服务员和今天这点误会，您就停我的职，您觉得这合适吗？不是因为江小熟的事情，是你自己没处理好工作。天佑，今天先到这里吧，还有很多人等着开席呢，别为了我的事情让亲朋好友等着急了。妈，您受了这么大委屈，我必须给您讨回公道。我这不是没事儿吗？小柔也没被他们赶走，这就够了。剩下的慢慢查，别让寿宴上的客人跟着受罪。好，我听您的。妈，今天本来想让您好好过个生日，结果第一天接手酒店，就让您在门口受了一肚子气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今晚这寿宴不是也顺顺利利吃完了吗？再说了，我今天也不算白来，至少帮你清理了酒店里的蛀虫。那今晚这么多菜，您觉得哪道最好吃？我觉得吧，都没有小柔给我煮的那碗清汤面好吃。妈，人家后厨忙了一下午，给您做了那么多菜，结果您最后还是惦记一碗清汤面。那不一样，你不懂。什么不一样？我看就是您太饿了，都低血糖了，所以才觉得那碗面好吃。臭小子，还敢拿我开玩笑？那6年前小柔下面给你吃，不也让你念念不忘吗？
后来还专门派人去找他。我还以为你小子终于开窍了，想找对象呢。妈，您可别胡说。胡说什么？我看小柔和你就挺般配的。我还有工作要处理呢，不说这些事。也是，店长被停职，经理被开除，得找一些靠谱的人来管理。我倒是有个很好的人选。谁？江小柔。进来。韩总，您找我？坐吧。找你来是有一件事和你商量。您说。王丽丽已经被开除，肖建仁也停职调查了，但是酒店管理不能缺人，所以我想让你先做代理经理。我？韩总，您没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？我昨天还是个没转正的实习服务员，今天您就让我当代理经理，这也太离谱了。您该不会是故意感谢我吧？感谢你？感谢你6年前帮了我，还是感谢你昨天帮了我妈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想多了，我不会用以权谋私这种方式来感谢你。我选你当代理经理，是因为你尊重客人，敢于承担责任。可我没做过经理，也没管过这么大一家酒店，我怕辜负您的期望。不会可以学，没有人是天生就会的。你不要有心理压力，我会给你3个月的时间。3个月，做得好，你就转正成为正式经理；做不好，代理结束，你回原来的服务员岗位。怎么才算做得好呢？有4项考核标准。第一，客户满意度。酒店是做生意的，客人不满意，说什么都没用。第二，员工管理。你现在管的不是自己一个人，而是整个酒店的人。3个月内，员工投诉不超过5次，就算过关。第三，运营成本。酒店也是要赚钱的，不能为了客户的满意度，最后赔钱赚吆喝。第四，酒店营业情况。3个月以后，酒店的营收只要不低于王丽丽在的时候，就算过关。好，既然您愿意相信我，那我也想尝试一下。只是尝试吗？韩总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3个月以后，要是成绩不行，不用您赶我，我自己下来。今天把大家叫来，是为了宣布一件事。从今天开始，江小柔暂代玉兰酒店的经理。他不是昨天还在做服务员吗？对啊，怎么一下就成经理了？我知道你们有人不理解，所以这不是正式的任命，会有3个月的代理考核期。我知道大家心里肯定都在想一件事，一个实习服务员凭什么突然做到这个位置？江经理，我们也不是针对你，主要这跨度确实太大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要求大家今天就服我，这3个月我会以身作则，也请大家监督，看看我适不适合这个位置。那以前的排编绩效怎么办？按照以前的制度继续执行，该上班上班，该考核考核。但从今天开始，有意见可以直接提，我不会因为有不同的意见就拿转正派班吓你们。我第一次做经理，肯定有不会的地方，你们可以提醒我，也可以质疑我，但是有一条，工作上的事谁都别故意拖后腿。酒店真出了问题，最后砸的是大家的饭碗，不是我一个人的。好了，散会。肖店长，不好了，那个江小柔当上代理经理了。什么？他昨天还是个实习服务员，凭什么今天就成了代理经理？就凭他和韩总有关系，怎么，你不服啊？你少说风凉话了，你以为你就没事了？什么意思啊？韩总明摆着要捧江小柔上位，等他坐稳了经理的位置，难道就不会再往上走走？到时候整个代理店长当当，把你的停职变成开除，我看你还能淡定吗？
放心吧，他坐不稳经理的位置。你怎么知道？会给老太太煮碗面和会管酒店是两回事。玉兰这么多员工，这么多客人，这么多部门，他能管得过来？可韩总会帮他。韩总能帮他一次，帮不了他3个月。而且我可不会坐以待毙。你想怎么办？我问你，酒店最怕什么？客人闹事儿。错，是关键时候没人。你想让员工罢工？谁说罢工了？身体不舒服，请2天假而已，合情合理。1个2个请假有什么用？那要是前厅、传菜、后厨几个关键岗位，同一天都有人请假呢？对啊，酒店一忙起来又没有人用，他自己就得乱。他现在不是最想证明自己会管理吗？那就让他先试试，手里没人是什么滋味。可那些人会听你的。我在玉兰这么多年不是白干的，有些人是我招进来的，有些人是我提上来的，这个面子他们还是会给的。我倒是要看看江小柔这个经理到底能做几天。肖店长，陈浩，过2天酒店是不是有一场100人的大宴会？有，就在周末的时候。最近身体累不累？还行啊，累了就歇2天。肖店长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提醒你一句，该请假的时候就请假，别什么事儿都替别人扛。您是不是想让我那天别去？我可没这么说，请不请假是你自己的事儿。你以前不是一直说工作太累吗？正好趁这个机会休息休息。至于少了人以后酒店怎么安排，那是新经理该操心的事儿。进。江经理，又有人请假了。哪些人？前厅2个，传菜3个，后厨也有2个。都是今天才请的。对，可今天那场100人宴会，这几个全是排班里的关键岗位。理由呢？有说感冒发烧的，有说家里临时有事的，还有一个说腰疼。这也太巧了吧！江经理，要不请肖店长回来，他和请假的这些人很熟，如果他出面的话，应该能让他们继续工作。不行，别人有正当理由请假，酒店不能扣着不放。而且我一遇到困难就找店长帮忙的话，那这3个月的考核有什么用？那现在怎么办？人手已经不够了。把今天所有部门能到岗的人报给我，以前做过前庭有宴会服务经验的也单独列出来，行政和办公室的人也算，对，全体动员。等忙过今天的宴会，我自掏腰包给大家发奖金。江经理，宴会厅边来电话了，怎么了？客人提前到了。什么？江经理，按照原来的排班，现在接待这边至少还缺3个人，先把负责签到和引导的人保住。茶水怎么办？办公室里以前做过服务的先补上去。传菜那边也缺人，我去协调。江经理，现在临时调整还来得及吗？来不来得及都得调。客人已经进门了，总不能告诉人家我们员工请假，所以今天这顿饭别吃了。江经理，陈浩也请假了。陈浩？他是今天宴席服务的主力。把今天所有请假的名字重新整理一份给我，一个都别漏。前厅剩下的人不要乱动，你们负责客户的用餐体验。那办公室调过来的几个人呢？去做带路、递水、补东西这些简单的活。江经理，现在传菜那边也缺人，把今天没有宴席任务的餐饮员工先补过去。还不够，先把眼前这批客人接稳，别让前厅乱。剩下的人手我来想办法。江经理，怎么了？酒店今天有几个关键岗位同时请假，人手出了问题。严重吗？前厅、传菜、后厨都有缺口，
我需要一批做过宴会服务的熟手，最好以前就在酒店或者餐饮做过，来了能直接上手。多少人？越多越好。行，我想办法。我已经联系其他人来帮忙了，现在先稳住局面。客人已经到了，谁都别慌。我联系上以前合作过的酒店服务团队，请他们过来帮忙。多久能到？最快的40分钟。好，谢谢韩总帮忙。先别着急感谢，人我已经给你找来了，能不能把今天这场宴会稳住，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江经理，客人已经开始催上菜了。好，先按刚才的安排走。以前做过宴席传菜的站左边，做过桌面服务的站右边。江经理，传菜口已经开始压菜了，传菜的先过去啊。其他人跟现有员工搭班，不要单独上桌。怎么样了？现在不缺人了，接下来就看能不能配合起来。那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？不用了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江经理，客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，用餐方面没有什么投诉。传菜那边的呢？刚开始有点乱，但后面就顺利很多。来帮忙的朋友们配合得很好。那就好，先把今天所有临时调岗和加班的人记下来，该补休就补休，该算加班就算加班，绝不能让大家白干。明白。妈，听说小柔今天第一场大宴会就碰上人手不够的问题，消息传得挺快啊。你没直接帮她解决问题吧？没有，他让我找了一批有经验的人，剩下的都是他自己安排的。那就对了，你真什么都替她做了，那她以后还怎么管人？您到底是我妈还是他妈？怎么老是替他着想？别贫嘴，我就是不想你把好心办成坏事。江经理，陈浩，你不是请假了吗？我想跟你说点事。什么事儿？我今天这个假，其实跟肖店长有点关系。你把话说清楚。前几天肖店长给我打过电话，他问我最近累不累，让我周末干脆休息一天。我想着休息一天应该没什么事儿，可后来我看群里好几个人都突然请假，我才觉得这事儿不太对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次员工集体请假是他在背后搞鬼？我可没这么说哈，是您自己猜出来的。进来。陈浩，你昨天跟江小柔说这次请假跟肖建仁有关系。对，他说酒店人手该怎么安排，是新经理该操心的事。所以你就请假了？我以前能从普通服务员做到宴会组长，是肖店长提拔的我。他让我请个假，我也觉得不是什么大事，就当还他个人情了。那你为什么把这些告诉我们？因为昨天请假的人太多了，差点就搞砸了100人宴会。万一事情闹大了，客人投诉，酒店赔钱，到时候查下来，受处分的还是我们。我可不想给肖店长背黑锅，把自己饭碗搭进去。所以你今天回来是怕被查出来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。该怎么处分我认，只要不开除我就行。你能证明是肖建仁让你请假的吗？不能，他这只老狐狸可精了，电话里根本不明说，就怕被留下证据。行了，你先走吧，请假是你们的自由，这次宴会也完美结束，就不追究了。但是下不为例。好嘞，谢谢江经理，谢谢韩总。其他几个请假的员工，你想怎么处理？一个个核实，真生病、真有事的，正常请假；要是撒谎的话，按照制度处理。他们和肖建仁有关系，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把他们直接开掉？王丽丽以前最喜欢用开除来威胁人，我刚坐上这个位置，因为这件事就直接把人赶走，那我跟她有什么区别？行，员工这边你来处理，肖建仁那边交给我去查。这么多人一起请假，
江小柔居然真把宴席撑下来了。听说盛远给他找了一批临时的人帮忙。我就说吧，韩天佑摆明了给他撑腰，他出什么事儿，他都能帮他解决。酒店缺几个人，可以去外面找。可宴席真缺了食材，他总不能现场变出来吧？什么意思？你想动供应商？我在玉兰这么多年，原来的供应商大部分都是我谈下来的。合作这么多年，总有点人情。你想怎么做？老周，是我。玉兰酒店这几天是不是要进一批货？对，明天一早送。那就按规矩来，货不合适，可千万别勉强。江经理，不好了，今天的货有问题。怎么回事？3家供应商同时出了问题。原定宴席用的东星斑，对方刚通知说今天没有符合我们规格的活鱼。那第2家呢？他们说斑节虾最近的货源紧张，今天按原订单的数量肯定供不上。最后1家呢？他们说新到的一批花椒和瑶柱质量有问题，为了保险暂时不发货。什么时候通知的？全是今天早上。又是这么巧，这手法挺眼熟啊。这几家以前一直跟玉兰合作很多年了，最早都是肖店长谈下来的。江经理，你是不是怀疑？先别怀疑，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要乱说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没有这些食材的话，那御品清蒸东星斑、金蒜焗海皇虾，还有花椒瑶柱炖老鸡，这3道大菜都出不了。后厨那边知道了吗？高师傅已经在等您了。高师傅，缺的几样食材还有库存吗？东星斑肯定不够，斑节虾也有点悬。以花椒瑶组现有的库存，只够03点单，根本撑不起这场宴席。距离开席还有多久？几个小时。来不及了，这3道菜全部取消。我去和客人解释，该赔的钱1分不少。江经理，赔钱是小事儿，砸了我们酒店的招牌才是大事。能不能换菜？换成什么？你该不会想做3道新菜吧？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试试了。可这些都是普通食材，根本比不上东星斑、斑节虾、花椒瑶柱这些顶级食材。就算做出新菜了，客人也不会满意的。普通食材也可以做出顶级美味，只要能征服顾客的味蕾，顾客自然愿意买单。高师傅，现在还有哪些食材？鲈鱼、基围虾、老母鸡、豆腐、南瓜、菌菇、萝卜，你想用它们做什么菜？妈，这鱼这么小，怎么不整条蒸啊？小鱼整条蒸，肉不好夹，切成片卷起来蒸，熟得快，肉也嫩。那多放点豆豉。不行，鱼够新鲜，就少放重味，调料把鲜味都盖住了，还吃什么鱼？记住，食材越新鲜，就越不要瞎折腾。这么小的虾，吃起来多麻烦。小有小的做法，个头不好看就别整只做，换个样子，一样能好吃。那这个南瓜呢？煮熟后打成汤。我不爱吃南瓜，所以才换个做法骗你吃。妈，你坏！别人家的鸡汤都放了好多东西，咱们家怎么就放萝卜和蘑菇？能好喝吗？先尝了再说。好喝，这不就行了？小柔，你要记住，不是东西放得多做出来的菜就好吃，有时候简简单单也能做出美味。江经理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是想起我妈以前做过的几道菜。那你想要换成什么菜了吗？把鲈鱼去骨，切大片卷起来蒸，葱香为主，豆豉只提一点味，就叫碧葱豉香鲈鱼卷，用来替换御品清蒸东星斑。那虾呢？基围虾个头不够，取虾肉做虾蓉，酿进嫩豆腐里面，用南瓜做金汤，
这道菜就叫金汤鲜虾酿玉汁吧。那最后一道菜呢？不用花椒和瑶柱，就用菌菇和萝卜配老母鸡做一道山珍清炖鸡汤。听上去还行，但是味道好不好呢？高师傅，接下来我需要你的帮助。这场宴会一共有几十桌，光靠我一个人根本出不了这么多菜。我先做样菜，把味道定下来。你想让我把流程给拆出来？对，您的手艺和经验都很丰富，切配、蒸菜、热菜、炖汤各负责什么，每份多少、蒸多久、怎么装盘，都难不倒您。行，你把味道做出来，我来统筹后厨，保证让几十桌的客人都吃到同一个味儿。做好了，高师傅，您品尝一下。鲈鱼卷儿，豆豉用量再减少一点。好。虾蓉别打太细，留一点颗粒。南瓜金汤再薄一点。好，鸡汤呢？这道不用改，味道很鲜。所有档口停一下，原菜单3道菜取消，现在换新菜。第一道碧葱豉香鲈鱼卷，切配组处理鱼片，蒸菜组负责盛菜。第二道金汤鲜虾酿玉汁，虾蓉、豆腐、金汤分开制作，热菜组统一装盘。第三道山珍清炖鸡汤，炖汤组马上换配方。几十桌全换？全换，每个人只做自己最熟的环节。第一桌先做出来尝一下，稳住味道以后再整批出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鱼片厚度要统一，卷起来才不会破相。高师傅，这种卷法比整鱼费时间。那切配的2个人一组，前面切，后面卷。江经理，来尝一下。咸了一点。可我们就是按刚才那个量放的豆豉，做的量变了，不能只按感觉翻倍。每盘的豆豉独立出来，不要放在大盆里一起拌。听见没有？明白。这个有点稠了。南瓜你减量，汤要能挂住豆腐，但不能糊在盘底。以前在家做饭，一锅不好吃，最多自己多吃2口。可酒店一出就是几十桌，一点误差放大以后就是巨大的问题。对啊，会做一道菜是手艺好，能让整个厨房做出同一道菜却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今天学到了。听说你这里需要帮忙，后部的鲈鱼、基围虾和老母鸡全部到了，放开手脚去做吧。谢谢韩总。不过新换的3道菜成本比原来的更低，可不能原价卖给客人。韩总放心，我已经让人重新核算了，该退的差价就退，该做补偿的就补偿。高师傅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再过一遍，没问题就可以通知前厅了。先生，非常抱歉，今天原定的部分海鲜和干货没有达到酒店的供货标准，所以我们更换了3道主菜。这马上就要上菜了，你现在才跟我说这个？这件事确实是酒店的问题，但食材出了问题，我们也不想以次充好，破坏您的就餐体验。那你们准备换成什么？鲈鱼、基围虾、老母鸡，这跟我原来订的东西差太多了。我们会退回差价，酒店也会承担相应的补偿。钱倒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今天请了这么多人，菜要是不好吃，丢的是我的脸。我明白，第一桌新菜马上出来，您先尝，如果达不到您的要求，我们再谈后面的处理。江经理，厨房通知，第一桌可以出了。好，上菜。这就是你们换的3道菜？是的，这道是碧葱豉香鲈鱼卷，这道是金汤鲜虾酿玉汁，还有山珍清炖鸡汤。行吧，我先尝尝。味道怎么样？鱼挺嫩，豆豉也没把鱼的鲜味压住。这个虾是基围虾，对，做成虾蓉以后倒挺合适的，豆腐也很嫩。
这个汤跟原来的花椒汤完全不是一个路子，不过味道的确挺好。您满意就好。等一下，鲈鱼卷再给这一桌加一份吧。好的。还有其他桌的菜品就这个标准上吧。高师傅，成功了，顾客很满意。看来今天这3道菜算是过关了。虽然顾客很满意，但毕竟是酒店的食物，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他们的体验。那你想怎么补偿？汤底还有多少？还有一批。面点组现在忙不忙？不忙。给每一位客人加1碗面吧，就用鸡汤煮，再加上手擀细面，最后让客人暖暖胃。这又是从你母亲那里学的？我妈以前总说，一桌饭吃到最后，别让人撑得难受，来碗清汤面解腻。而且今天临时换菜，这个面就算我们给客人的一个心意。行，面点组加一道小份清汤手擀面，按每桌人数做小碗，汤底不要太厚，鸡油撇干净一点。好的，江经理。怎么还有面？今天酒店临时调整了部分菜单，这碗清汤面是额外赠送的，给各位收个尾。这倒挺少见的。这个不错，汤很清亮，面也很筋道。这面你们平时菜单里有吗？目前还没有，可以加到菜单上面，挺好吃的。江经理，客人基本都走了，今天一个投诉都没有。看来换的3道菜很受欢迎嘛。辛苦大家了。江经理，韩总，今天客户的最终反馈出来了，怎么样？3道替代菜全部通过，鲈鱼卷的满意度最高，清汤面也有不少人主动问。那还不错。只是度过了这次危机，不代表这件事结束了。你是说那3家供应商？3家一起出问题，肯定不简单。韩总，查到一些东西，说这3家供应商跟玉兰合作很多年，表面合同都没问题，但是过去几年的采购记录里，有几次价格明显高于同期市场报价。是谁审批的？最终审批都是肖建仁。只有价格问题吗？不止。我们联系了3家供应商，重新核实当天断供原因，其中1家愿意提供他们内部的业务跟进记录。肖建仁停职以后，私下联系过他们的人，在断供之前？对，就在前一天。记录里写着肖建仁来电，玉兰酒店近期内部调整，本批订单先缓2天。所以真的是肖建仁在背后搞鬼。至少这家供应商是这样，另外2家目前还没承认，继续联系他们的人，明白？员工请假那次没有抓到他真正的把柄，但这次他自己把手伸进了供应链，而且还是停职以后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明天让肖建仁回来一趟，我当面问清楚。韩总，您找我？看看吧。这是什么？你停职以后跟玉兰老供应商的联系记录。我以前跟他们合作这么多年，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也有问题？普通联系当然没问题，问题是你打完电话第2天，玉兰3道宴席主菜的食材一起断了，供应商没货也算我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专门找他们重新核实了。玉兰近期内部调整，本批订单先缓2天，这是对方的业务跟进记录。我让他缓2天，也是为了酒店好。为了酒店？外面几10桌客人等着开席，你让供应商断货，这叫为了酒店？你少教训我！你才当几天经理，我管这家酒店的时候，你还在下面端盘子呢！你少教训我！你才当几天经理，我管这家酒店的时候，你还在下面端盘子呢！你当了这么久的店长，你比我更清楚这会有多严重的影响。最后不也没出事吗？没出事，是我和高师傅带着整个后厨临时换了3道菜，不是因为你做的事没问题。好了，不要吵了。肖建仁，之前我只是让你停职接受调查，没想到你贼心不死，还想搞砸酒店的生意，那就留不得你了。你要开除我？对，
从今天开始，正式解除你玉兰酒店的店长职务。行，韩总，我们走着瞧，他一个刚从服务员坐上经理位置的人，能把玉兰管成什么样啊？他真把你开了？这次是供应商留下了记录，是我自己大意了。那你能咽得下这口气？咽不下也得咽。酒店里面现在盯得这么紧，再往里伸手就是自己送上门。酒店里面不行，那外面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一个服务员抱上了老板的大腿，直接成为酒店经理。你觉得这个话题在网上能引起多大的讨论吗？你想在网上带节奏，你可别玩脱了。放心，我又没有说谎，我只是把所谓的事实告诉他们。实习服务员3天变经理，不行，这太像瞎编的。玉兰酒店爆出职场丑闻，新老板上任后竟然把实习服务员当经理。再加一句，据酒店内部员工透露，2人6年前就认识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才会让人更加相信。江经理，不好了，你看看这个。实习服务员靠老板关系火速上位，昨晚开始发的，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本地账号转载了。里面写什么了？说您6年前就认识韩总，为了让你当上经理，韩总开除了王丽丽和肖建仁。这些事确实都发生过，可他故意不说原因，没写王丽丽欺负韩总母亲的事儿，也没写肖建仁联系供应商断货的事儿，评论全都是骂您的。酒店官方账号呢？已经有人跑到下面问了，太过分了。先别急着跟网友吵。那我们不回应？不是不回应，我们自己都没理顺，急着发声明，只会越解释越乱。您好，这里是玉兰酒店。我想问一下，网上说你们酒店新经理是老板直接提上去的，这事是真的吗？女士，我们下周本来准备在你们这里办宴席，现在家里人都有点担心，你们管理层到底靠不靠谱？江经理，今天上午又退了2单，什么原因？一个说家里临时改计划，另一个是我得比较直接，就是说看了网上的事情，觉得酒店最近管理层太乱。我知道了。韩总，我有个想法。说。我先暂时退出代理经理的位置。不行，您先听我说完。现在外面所有事情都围着我这个位置，如果我暂时退下来，酒店至少不用被影响。然后呢？等事情查清楚以后再说。如果今天网上骂你几天，你就下来，那以后谁想赶一个经理走，还需要证据吗？找几个账号发几篇帖子就行了。可现在已经影响酒店生意了，所以该解决的是谣言，不是解决你。可他们说的那些事，确实都发生过。那就把没说完的部分补上。有什么好补的？有什么好补的？我直接出去告诉他们真相。阿姨，您先别出面。为什么？现在网上说我靠韩总，这个时候您再替我说话，他们只会觉得连老板的母亲在帮我。那就任他们胡说。当然不，但我想拿事实说话。这才对嘛。第一件事，把江小柔做代理经理当天签的3个月考核方案全部公开，再写清楚，她现在还只是代理经理，3个月不达标就回去做服务员。可还是会有人觉得你是为了捧小柔上位，故意开除王丽丽和肖建仁的。喂，韩总。小王，寿宴当天前厅公共区域的监控还在吗？在。全部调出来，让大家看看真相是什么样的。还有一个东西。什么？小柔，你忘了那天王丽丽怕我碰瓷，不是还非逼着你录了一个视频吗？那东西还在不在？第一份回应已经发出去了，直接公开代理经理的3个月考核方案。评论怎么样了？有一部分人开始改口了，但还有人在说什么？考核也是老板定的，想让谁过还不是老板一句话。那就继续发第2份回应。这是当天前厅的完整录像。监控没有声音吧？没有，
那就把这个视频也发出去吧。没想到当初王丽丽逼你录的视频，竟然成为反击她的关键武器。我江小柔自愿给这位低血糖的阿姨煮面吃，如果因为这碗面出现了问题，所有责任我自己承担。让那个老太婆也说几句，谁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碰瓷儿？是我自己愿意的，我真出了什么问题，也不会赖你，更不会赖酒店。评论彻底反转。等等，所以证明江小柔清白的视频是王丽丽自己逼她拍的，这也太讽刺了。王经理一句碰瓷，直接把自己送上热搜了。还有很多人开始追问，最早是谁发的那篇爆料？让法务把所有原始帖子和传播链保存好。好。韩总，有个最早发稿的本地账号主动联系我们了。什么事？他说这篇内容是有人主动投稿给他们的。投稿人是谁？投稿账号是新注册的，但对方一开始跟自媒体沟通的时候留过联系方式，手机号就是王丽丽以前在人事登记的号码。确定是他？确定。而且他发出去的几张照片，有一张跟他以前在酒店工作群里发过的原图完全相同。肖建仁呢？目前没查到他直接投稿或者付费传播的证据。好，联系法务那边，我要追究王丽丽在网上造谣抹黑我们酒店的责任。还有一个好消息。什么？现在网上的舆论已经逆转了，很多账号都在主动删除之前的内容。现在最多的一句话是，最讽刺的是，证明江小柔清白的视频还是王丽丽自己逼她拍的。这就叫自己挖坑自己跳。现在总算可以放心了。网上这件事算说清楚了，可酒店的事还没结束。什么意思？酒店的生意还是受到了影响。江经理，网上现在基本都在替我们说话了，可预订量还是没回来多少。我看见了。要不要趁现在热度正高，马上做一波宣传？我也可以让集团市场部配合。先不用。为什么？这次已经解释的够多了，再继续围着我是不是靠关系做宣传，别人最后记住的还是这件事。可不宣传，生意怎么回来？别人说我是靠关系上位，那我就靠实力说话。你准备怎么做？酒店生意好不好，最后重要的是服务质量，我要靠味道，把客人重新留下来。靠什么味道？上次断货逼着我们用普通食材重新做菜，反而让我发现一件事，玉兰缺的不是更贵的菜，而是独属于这里的味道。我想重新做一套属于玉兰自己的招牌菜。从哪些菜开始？从我妈教我的那些味道开始。听说小柔最近天天泡在厨房里研究招牌菜。对，她特别努力。缺人试菜吗？厨房那么多人，还能缺试菜的？厨师自己吃自己做的东西，多少都会有点习惯，得找个嘴挑的。你想找谁去试菜？你。您不会还有别的目的吧？我就是让你去吃个饭，又没让你去追人家，这么小心干嘛？妈，赶紧去，别到时候小柔把菜都订完了，你这个老板连自己酒店卖什么都不知道。行，我去了解产品。对，好好了解。这就是你改良的招牌菜。怎么，嫌太简单了？没有。那快点吃，再给点意见。怎么样？挺好吃。没了？啊？还要说什么？哪里好吃？就是好吃。韩总，你这个试菜员不合格。那你想让我说什么？香在哪里？咸不咸？面吃到后面有没有变化？有什么不舒服的也直接说。行，再来。这次呢？第一口很香，鸡汤味出来的很快，然后吃到后面有一点腻。哪种腻？就是前两口觉得香，连续喝汤以后
嘴里那层油感有点重。机油多了，应该是。还有吗？菌菇味可以再明显一点。机油减量，菌菇鲜味提高。那我这个试菜员现在合格了吗？勉强合格吧。你要求真高，以后你吃的每一口都得给我说清楚。早知道这么麻烦，我就不来了。现在走也行。来都来了，不走了。这次油感轻多了，鲜味呢？菌菇的鲜味也提上来了。也给我一碗尝尝。韩总，你今天还真成专职试菜的了。工作，我这是在了解产品，听着挺辛苦的。那这碗面的味道就这么定下来了。接下来是另外一道菜，金牌试菜员，继续吧。你现在真把我当员工使了？不是你自己说来了解产品的吗？豆豉还是重了一点，而且凉得很快。是鱼卷做的太薄了，所以凉得快。豆豉用量继续减少，鱼卷厚一点，换厚瓷盘保温。你们连第二版都准备了？不然真等你吃完才开始改。这次味道就很棒了，那就这么定下来吧。把原来的名字也改掉。碧葱豉香鲈鱼卷不好。现在豆豉已经不是主味了，以后就叫玉兰葱香鲈鱼卷。直接带酒店名字？我要的就是客人提到这道菜，就想到玉兰。这个是新研发的菜，桂香糯米焗排骨。味道怎么样？真让我说？说吧。我觉得桂花和排骨可能谁都不想认识对方。你让我说实话的。火候没问题，味道单独拆开也没问题，就是合在一起不太搭。好吧，这道菜放弃了。下一道。这么快？研发又不是谈恋爱，不合适还非得磨几个月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没什么。今天做的是什么？陈皮慢炖牛肋包。这个底子是家常炖牛肉吧？对，我妈以前做过，我重新改了味型。单吃没问题，牛肉软，陈皮味也没压住肉香。韩总的意见呢？好吃，但如果放在宴席里，我有个问题。说。这道菜如果是前2道，我会喜欢，可客人吃到第7、第8道的时候呢？前面已经吃了鱼、虾、其他热菜，这时候再来这么浓的一锅牛肉，会不会太重？这个问题挺好的。那就减少酱汁，缩小牛肋块的分量，这样应该会舒服很多。我现在就改。这次就舒服很多了。高师傅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可以试着卖一下。现在面、鱼、牛肉3道新菜都有了，是不是该起名字了？鱼已经取了名字了，牛肉就叫陈皮慢炖牛肋堡。那面呢？我想用我妈的名字，这些东西的底子都是她教给我的。这碗面也是从她教我的家常味道一点点改出来的，就叫它玉兰清汤面。菜品已经定了，定价就交给你喽，韩总。玉兰清汤面成本可控，鲈鱼供应稳定，这2道菜都可以定价低一点。不过牛肋的采购价格变动稍微大一点。那就先做限量，先让市场告诉我们答案。江经理，今天的数据出来了，怎么样？玉兰葱香鲈鱼卷卖的最好，牛肋堡也还可以。玉兰清汤面呢？一般。跟我们预想的差不少。怎么样？失望了吗？有一点。那要改吗？先不改。真正的招牌菜，不是看第1天卖了多少，而是客人走了以后，还会不会再想起他。你们上次那个清汤面还有吗？玉兰清汤面。对，就是那个。上次吃完回去以后，第2天还想起来。有。给我来一份，再加一个葱香鲈鱼卷。
一碗面有什么特别的？你先吃，吃完再说。江经理，最近几天数据开始变了，有哪些变化？玉兰清汤面第一次点的人不算最多，但复购是3道菜里面最高的，而且网上的好评也很高。还有个变化。什么？以前搜索玉兰最前面全是您靠老板上位的事情，现在开始有人问玉兰清汤面到底值不值得吃。宴席咨询也开始回升了。回到舆论事件之前了吗？还没有。那就继续。这还不满意？3个月考核还没结束呢，还有最后1周。江经理，这周宴席预订又涨了。玉兰清汤面呢？复购量还在往上走。玉兰葱香鲈鱼卷现在也成了宴席点单最多的几道菜之一。员工那边呢？这1个月没有新的管理投诉，之前几次临时调岗和加班，补休也都处理完了。江经理，今晚那场宴席临时加了2桌。又加？客户那边刚确认，要不要重新调人？陈浩，你现在负责这场宴席，你觉得呢？现有人员能调，前厅不用再加人，传菜补一个机动岗就够。后厨我已经跟高师傅确认过，2桌菜能接。那就按你的方案做。您不再看一遍？你都确认清楚了，我为什么还要重新看一遍？明白。江经理，2桌临时加席都结束了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那就行。以前肖店长在的时候，大事小事我们都得先等他一句话。今天您让我决定的时候，还真有点不习惯。以后习惯就好了。您不怕我们做错了？当然怕，可我要是什么都替你们做决定，那你们还怎么进步呢？也是。真做错了就复盘，能改进就好。江经理，3个月前你刚坐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是真不服你。我知道。现在我服了。江经理，韩总刚通知，3个月考核结束，明天上午正式公布结果。今天不说别的，只说江小柔3个月的考核结果。第1项，客户满意度达标；第2项，员工管理达标；第3项，运营成本达标；第4项，营业情况怎么样？经历供应危机和网络舆论之后，玉兰营业一度明显下降，但最后1个月已经恢复，并完成考核目标，达标。4项考核全部通过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正式任命江小柔为玉兰酒店经理。恭喜你啊，江经理！谢谢韩总。不用谢我，这个位置是靠你自己的实力留下来的。小柔真通过了。对，4项全过。我就知道她一定可以的。臭小子，小柔的位置都站稳了，你还准备等到什么时候？又来了。什么叫又来了？你以前答应过不传唤我的事。以前他还在考核期，我怕我多说一句，人家都觉得他靠我的关系走后门。现在考核结束了，我喜欢谁还不让我说？您喜欢是您的事。那你呢？6年前一碗面，你记到现在，这3个月隔3差5往厨房跑，你别告诉我，全是为了了解产品。本来就是为了工作。行行行，你就继续嘴硬吧。那以后小柔试菜你都别去了。为什么？你看，这不就急了？妈，我不管你，你自己想，就是别磨磨蹭蹭的。今天不是菜。最近没有新菜。那我白来了。韩总不是来了解经营项目的吗？没有新品，就没有其他项目你了解了？你现在正式当经理以后，说话越来越不客气了。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晚上有空吗？有空啊，怎么了？一起吃饭吧。酒店不是到处都是吃的吗？出去吃。为什么出去吃？江经理，你一定要现在问的这么清楚。
不问清楚，我怎么知道该不该去？那我换个说法，今天下班以后，我想单独请你吃顿饭，不是老板请经理，就是韩天佑请江小柔。几点？7点。别来接我。为什么？酒店这么多人看着。那就是答应了。我只是答应吃饭。这就够了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我在想怎么说。韩总也有说话之前要想半天的时候。今天别叫韩总了。那叫什么？韩天佑、天佑、韩哥都行，看你喜欢哪个。行，韩天佑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6年前那天，其实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碗面，但对我来说不是。那时候我刚开始创业，很多事情都很不顺利。那天下着雨，我身上也没多少钱，是你给我煮了一碗面，还跟我说再难也得先把饭吃了。那是我妈常说的话。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。你不会真的因为一碗面喜欢我吧？不是因为一碗面，是因为这3个月里我和你相处的点点滴滴。你会冲动，有时候也挺倔。这听着不像表白。还没说完，不是因为你帮过我妈，也不是因为6年前的一碗面，而是因为我想更认真的了解你，可以吗？有个问题我得先说。你说。你是盛远的老板，我是玉兰的经理，以后工作上该和你争的我还是会争。你做的决定我觉得不对，我不会因为和你的关系就闭嘴。可以，我就欣赏你这一点。还有，别动不动就跑厨房说自己了解产品。这个不同意？试菜环节还是可以保留吧。那就先试着了解一下。好，慢慢来。姑娘，我是来参加寿宴的。好的，阿姨，您告诉我一下预定人的姓名，我帮您查一下。我忘了名字了，但他姓周。您先坐一下，我给您倒杯水。不用麻烦。不麻烦，我慢慢帮您查。找到了，周先生家的寿宴在3楼宴会厅。对对，就是他们家。我让人带您过去。谢谢啊，您慢点儿。江经理，这都是按照您的员工规范培训的，对每一个客人都微笑服务，绝不会见人下菜碟。好，这才是我们酒店应该提供的服务。对了，韩总的母亲来包厢吃饭了。我过去看看。你们2个还准备站多久？妈，您怎么又自己点面？怎么，现在江经理正式上任了，我还不能点他的招牌菜？当然能，你喜欢吃就好。快坐下吧。小柔，你这碗面的味道越来越好了。高师傅最近又帮我把出餐标准调了一遍，名字也好。我妈要是知道她以前教我的东西，现在这么多人喜欢吃，应该会挺高兴的。一定会的。你们2个最近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？没有。没有。回答的这么整齐。妈。行，我不问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吃饭，面都要坨了。